眼前这只闪烁着无辜的眼睛，做着一些可爱把戏的狐狸犬，但它真的像看起来那样可爱吗？这声嘶吼住是把主持人吓一跳，它不仅速度又快，对住门外的工作人员咆哮，更是恶狠狠将主人的手掌瞬间咬出血。然而面对眼前的将训犬师，狗子脸上的表情变得迷茫尴尬不安，他想破小脑袋都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牛仔裤战神能一眼看穿他的伪装，他辛辛苦苦建立的王朝就要被推翻了。这是一只2岁的日本波美斯毛狗，又叫银狐犬或狐狸犬，它像极了银狐，但个头却不如银狐大，同样也没有银狐的野性和狡猾。相较于博美犬、德国波美斯毛犬，体型上更小一些，但它们看起来非常相似。而且狐狸犬拥有更强大的警戒力，还非常爱叫。女主人家的这只狐狸犬更是将这种能力发挥到极致。当它听到门铃时，就立马冲向玄关，然后一个猛扑直接撞在门上。当女主人抱着它打开门的瞬间，狗子对工作人员咆哮起来，更是狠毒毒地咬住了主人的手。前辈惊呼好恐怖，女主持人更是不敢相信看到了什么，声称这是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情况。原来主人的手掌瞬间被咬出了血，留下了深深的咬痕。工作人员更是早已被吓得目瞪口呆，从进门的那一刻，狗狗的吼叫就没停止，它甚至压低身体跳到沙发上嚎叫，吓得工作人员只能呆呆地呆住。主人也不能让它冷静下来，他告诉工作人员，狗狗喜欢零食，以此可以拉近关系。同样看到美食的狗狗瞬间满脸期待，它开始变得温煦友善起来，甚至听从工作人员的指令。工作人员开心的也露出了小虎牙，可一旁的主人却满脸的忧心，担心狗狗会突然变脸。他提醒工作人员可以抚摸狗狗的胸部，让狗狗舒缓一下情绪。可就在工作人员沉浸在撸狗的快乐时，狗狗突然做起了鬼脸，瞬间没有了刚才的呆萌。当死亡凝视落在工作人员身上时，狗狗瞬间咬向了他，吓得工作人员瞬间抽回了手，但还是被咬出了血，把观察室的2位主持人都吓了一跳。只有我们的将训犬师露出一丝淡淡的邪笑，前辈像被点了笑穴一样笑不停，显得特开心。他说道，狗狗刚才看出他的方式肯定是会被咬的，一直在抚摸不被咬才怪。前辈甚至强烈要求再看一遍回放。面对被咬伤的工作人员，主人满脸歉意的眼红了。他告诉节目组，其实狗狗开始咬人是在他大约10到11个月大时候，主人也不知道狗狗是害怕还是讨厌人，所以主人必须让它远离人们。前辈意识到这种情况真的很严重，但庆幸的是它只是一只小狗。将训犬师告诉前辈，当狗狗超过18公斤时，这样的大狗会很危险。当狗感到不舒服时，它们只会做2件事，一是突然停止移动，二是略微扭动鼻子。当狗狗对人感到紧张，开始变得咆哮时，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警告信号，它在传达已经很生气了，希望能够停下来。继续移动或者抚摸的话，狗狗就会咬人。这时只要双手交叉抱于胸前，侧过身子背对住狗狗，不与狗狗对视，就能有效避免被咬。到了狗狗吃饭的时间，它只喝水而不是吃东西。面对严重挑食的狗狗，主人必须带它去医院进行静脉注射。每到这时，狗狗都会藏起来，即使饿到肚子叫也不会妥协。等到主人说出零食2个字，狗子立即来了精神，迅速跑到客厅来寻找零食。主人感觉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它，对此感到很难过，只能购买不同款式的零食来弥补它。前辈认为这是主人的问题，正因跟助将训犬师学了几招，他认为正是主人的溺爱才让狗狗挑食。但狗狗为什么咬人，前辈就语塞起来了。将训犬师顺势说出了他的打算，让前辈进去一探究竟，只需要待5分钟即可。前辈只好扯了扯衣袖，把手藏起来，通过这些举止试图保护他的手。这是前辈第一次去找狗主人咨询，他学着将训犬师以往的样子，选择敲门而不是按门铃。
当狗狗听到敲门声后准备进攻，立马跑下沙发冲向门口，对住门外咆哮。主人命令狗狗等待，但房门打开的那一刻，狗狗突然越过主人冲了出去。前辈刚才笑得有多嚣张，此刻他就有多窘迫。前辈只好连连后退，躲避狗子的追击。前辈一个机灵，想起了江迅的应对之策。他一边交叉抱胸背对住狗狗，慢慢的退向台阶。面对不依不饶的狗狗，主人只能将之抱起。江迅对前辈的表现感到无奈，只好为前辈祈祷。在确定狗子不会攻击后，前辈壮住胆子走进了门，胸前的双手缓缓地放了下来。前辈尴尬地解释道，自己是江迅的徒弟，而我们的江迅只能无奈地笑了。前辈将手背在身后掩饰自己的慌张，但嘴不能停地对主人盘问起来。原来狗狗是从大学朋友那收养来的，此时紧张的前辈连曾问出5、6个问题，就如何审讯班主人也混乱起来。江迅看到前辈的表现无言以对，此时的前辈也意识到自己的紧张，试探着问道，狗狗被放下后会不会攻击自己？在得到主人的肯定回答，只要站在安全区域就不会被咬，而只是会被咆哮后，他建议主人将狗狗放下来。但前辈为了安全还是站在了门口，准备好随时逃跑。气氛变得紧张起来，狗子缓缓地靠近前辈，然而在狗子与前辈对视一眼后，马上大叫了起来，吓得我们的前辈以生平最快的速度夺门而出，但因跑得太快，膝盖撞在了门眼上，这是属于前辈的名场面。此时的前辈痛苦地捂住自己的膝盖，似乎意识到自己很丢面子，对住主人再次保证道，江迅很快就会来了。看住前辈的惨状，训犬师笑得快岔气了。前辈的这次提前咨询倒是让江迅发现了些许问题。主人家为什么这么多垫子？狗子只是在垫子上行走。在前辈认真学习的时刻，江迅仍不忘调侃一下自己的徒弟。前辈本就被撞就丢了面子，师傅还当面嘲笑他，前辈断定到你也会被药咬到的。此刻终于轮到训犬师上场了，是时候拥有心灵感应的江迅展现真正技术的时刻了。进入到玄关的江迅悠闲闲逛的和女主人打起了招呼，丝毫不理会咆哮的狐狸犬。当女主人抱起了狗狗后，他变得安静了下来，并说道，狗子害怕硬木地板。而训犬师则直接让女主人放下狗狗，并把主人送到外面，他要单独和狗狗相处。狗狗开始对面前这位牛仔裤战神充满了好奇。当训犬师在狗狗面前转弯时，狗子变得安静尴尬，并迅速逃离了客厅。然而训犬师让主人回到房间后，狗狗又开始吠叫起来。训犬师对前辈的到来为主人道歉，他的到来让事情变得糟糕了起来。而此时狗狗已经躲到了主人的身后。接着训犬师让主人站在一边，并开始靠近狗狗。前辈看热闹不嫌事大，表示此时的狐狸犬和咬工作人员时表现一模一样，他已经准备看训犬师出丑了。但奇怪的是，狗狗变得安静了起来，听主人讲述狗狗的由来。原来是大学男朋友同学家狗狗生的财，将其中一个带回了家。得知主人已经分手后，训犬师说道，没什么大不了了，换一个新的就好了。接着训犬师询问主人，对狗狗最大的担心是什么？主人说是狗狗的吠叫问题，并不认为狗狗想咬人。听到主人如此捍卫自己的狗狗，训犬师打断了他，狗狗确实咬人的事实，我的狗从不打算咬人，但是人们最终被咬了，主人只好眼含泪水的承认了。接着训犬师告诉主人，每当他转头看向狗狗的时候，狗狗都一副紧张过度的表情，因为这只狐狸犬很胆小怕人，每当它害怕被威胁时，它变现的具有攻击性，是因为它具有防御性，试图保护自己和主人。这时主人会将狗狗抱起，或叫它停下来，这让狗狗现在可能成为了习惯。此外，社交性训练也是有必要的，这可以让狗狗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。如果狗狗不吃食物 A， 主人可能会给它零食 B， 它不吃零食 B 的话就会得到 C， 正是主人的不断妥协，让狗狗不吃狗粮只吃零食，
主人必须停止对狗狗的深情。接着训犬师开始训练狗狗，要让狗狗明白什么叫做苦尽甘来。此刻的狗狗还不知道自己要遭遇什么，它只知道躲着训犬师走是准没确的。训犬师要做的第一件事，要把脚垫从地板上撕下来。狗狗对此变得很生气。主人告诉训犬师，地垫是为了狗狗继续前进，但有时狗狗走路会把双腿分开，如果它不安全，它就会坐在地垫上不再走动。而对于我们的将训犬师，可从不惯着狗狗的性子。面对越来越少的地垫，狗子变现得很生气，但只敢叫了一声。狗狗走路不方便，所以它必须小心走路，所以它必须学习如何适应不适。狗子的气势越来越弱了起来，最后它竟然接受在地板上奔跑起来。主人尴尬地回应，狗狗让它变成了说谎的那个人。训犬师安慰主人，这并不是他的错，是狗狗给他的错觉，他只给主人看他想给主人看到的。狗狗在用自己的方式得到主人的关爱，主人为狗狗做了一切，而现在狗狗摆脱了地垫。训犬师将事情恢复了原状，接下来就是解决狗狗的问题。训犬师询问主人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明星或艺人，当主人回答是训犬师自己的时候，后者也是害羞了起来。如此有趣的回答让前辈也有丝不高兴。训犬师告诉主人，让他学着自己平时走路做事的样子，要有气势，让狗狗明白谁才是真正的主人。接着训犬师让主人坐下来，让狗狗嗅嗅自己的手，并尝试呼唤自己的狗，然后向一侧迈出一步，再重复刚才的动作，依次重复。一旦狗狗感到不适，就尝试握住皮带，效果显著，狗狗到处走都挺好。只是主人从未给过狗狗机会，这就是为什么狗狗认为硬木很危险，而垫子很安全的原因，也是为什么狗狗吠叫不在垫子上的人。接着将训犬师上手了，他亲切地和狗狗打招呼，狗狗放下了警惕，并试探性地主动伸手，向这个折磨他多时的人示好。但训犬师并不回应他，而是继续蹲坐在那里。狗狗必须克服困难，必须放得下脸面才行，必须尝试着去做，这就需要勇气自己去完成，结果可能会被拒绝，但是仍然必须这样做。说着训犬师伸出了自己的手，狗狗鼓起勇气轻轻拍了拍训犬师的手，这样的场景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，所有人都发出了惊叹，表示不可思议。训犬师告诉主人，狗狗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它的侵略性，真正的问题是它在避免解决问题，它应该自己解决它的问题。解决了狗狗在家里自由走动的问题，一切都会解决，所以不必担心。接着训犬师教主人怎么喂食狗狗，狗狗的碗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如果狗狗不吃的话，立马拿走饭碗，并且不再给它零食。主人每天只需要做的就是每天在同一时间醒来，并同时睡觉，保证足量的散步，而且不要让狗狗坐在你旁边。有趣的是，通过这些训练，狗狗将停止吠叫，并且变得更快进取。狗子一脸震惊地表示，我可以改变。原来有人比他自己都了解自己。最后训犬师让前辈再次登场，前辈对于刚刚的场景历历在目，仇人见面分外眼红。狗狗再次对住前辈叫了起来，训犬师让前辈站直并面带微笑，这把狗子给整不会了，他居然停止了吠叫。前辈提醒主人，是垫子限制了狗狗的自由，应该让它多出去走走。当前辈提到我们的工作人员被咬伤时，训犬师神补叨道，没有人被咬，只是被撞到了膝盖。前辈感觉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，他只能回应，不是狗狗咬人，而是门咬了他。面对狗狗的转变，正是主人的过分亲切和保护，让狗狗失去了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，陌生的人和环境成为了它恐怖的本源。节目到此也就结束了，希望各位狗主人们一定不要对狗狗过度保护，切勿因过分溺爱而让狗狗成为了巨婴。如果本期视频对您有所帮助，希望您点点关注，大家下期再见。